建议乌克兰出卖领土，北约开始找退路，泽连斯基被放在火上烤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决战，目前正进入以炮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消耗战阶段。俄军以20倍数量的火炮、40倍的炮弹优势，一点点地吞噬着乌克兰军人的生命。虽然西方国家开始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海马斯火箭炮在内的大杀器，但是也开始认清现实，乌克兰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赢得战争，甚至无法让俄罗斯变得更加虚弱。反而是普京现在是越打越有底气。从战争开始，俄罗斯因为能源涨价所带来的外汇收入暴涨，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武器比较常规，并不算先进，因此作战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俄罗斯的目前经济和军事情况远比西方想象的要好。西方国家如果不能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在军事上击败俄军，难以利用制裁的措施让俄罗斯经济崩盘，现在又无法左右泽连斯基政府的选择，那麻烦可就大了。若继续向乌克兰输血，自己就有可能失血，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得不偿失。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方民众对能源上涨带来的通胀已经失去了耐心。可以预期的是，到了10月份天气寒冷的时候，欧洲很可能会因为俄罗斯天然气的缺失而陷入苦难，这样的前景可不美妙。因此，施压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妥协，似乎成了西方国家现在的唯一选择。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媒体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旨在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但是任何和平协议都将涉及妥协，包括领土问题。和平是有可能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乌克兰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包括要放弃多少主权、多少独立和多少领土。之前泽连斯基已经确认，一些外国政要一直在试图推动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那是对俄罗斯有利的协议。从斯托尔滕贝格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2个结论：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已经明确了乌克兰军队最终战败的预期。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援助，只能增加泽连斯基政府谈判时的筹码。二是俄乌冲突的结束，最终要靠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乌克兰必须考虑在领土和主权等最核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现在西方国家与乌克兰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如果西方决心让乌克兰出卖其领土主权，泽连斯基就会被放在火上烤。首先，泽连斯基就会从反俄英雄变成消耗西方的罪魁祸首，这个转变很残酷也很现实。西方遵从的规则就是利己主义，如果俄罗斯想谈判，而泽连斯基想一直打下去，西方就会把因为战争带来的高通胀危机的责任甩锅给乌克兰。西方舆论也会责怪泽连斯基不爱好和平，反俄英雄的形象最终会被时间消磨，并逆转成负面形象。其次，如果乌克兰不放弃自己的领土诉求，西方就会认为乌军在做无谓的牺牲，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越来越不积极。一场消耗战的结局如果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毫无胜算，美国就会认定泽连斯基在做没必要的浪费。包括德国、法国等西欧强国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耐心有限，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400亿美元的军费援助，估计呢也就没了。仅靠英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的援助，根本无法以俄军持续的耗下去。要注意，俄军现在消耗的是炮弹，而乌军更多的是消耗士兵的生命，这个很残忍。最后，乌克兰必须面对俄军的第3阶段作战计划，其后果远比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坚持的条件更残酷。当俄军结束顿巴斯地区的作战后，相信泽连斯基会明白没有出海口和失去哈尔科夫这样的工业城市的后果。如果乌克兰不想成为100年前的乌克兰，最好的选择仍然是妥协，因为战败而妥协也许是最好的理由。
总体来说，当西方国家决心督促乌克兰在领土主权上做让步时，不大可能直接施压泽连斯基，而是会慢慢的减少对乌军的援助。最终，俄军的持续军事行动将打垮乌军的心理防线。这场消耗战最终将推动泽连斯基在谈判桌上让步，因为不让步的后果将是被西方所抛弃，这可是乌克兰政府难以承受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